抽丝剥茧，还原案件真相，探索人性真假善恶，大案纪实。今天为您讲述两个食人狂魔。为什么叫食人狂魔呢？他们不仅杀人，还要吃其的尸体。事情还要从2004年4月说起。当时一个女青年在男朋友的陪同之下，赶到太原市公安局报案。接警民警发现这个叫做赵美英的女孩浑身发抖，精神恍惚，一个劲儿的说要找局长。市局的民警接待了她。赵美英说有重大案件。民警问她有什么案件，赵美英说要见了局长再说。民警见赵美英语无伦次，蓬头垢面，神情恍惚，怀疑她有病或者是没事找事儿。民警就问她的男朋友刘某：你说出了事儿，在哪儿出的？在我女朋友的出租房。房子在哪儿呢？小店区。那你就去小店区报警啊，我这儿是市局，哪儿发生的，按程序你就得找哪儿去。赵美英和男朋友无奈之下赶到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区分局。分局民警询问赵美英有什么事儿，赵美英吞吞吐吐，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杀人了。赵美英骨瘦如柴，年纪轻轻，打扮时髦，哪里有一点杀人犯的样子呀？分局民警也怀疑赵美英有病。我说你是不是受了刺激了？我建议你去医院做个精神鉴定。就在民警准备拂袖而去的时候，赵美英的男朋友刘某一把抓住她。警官，我女朋友没有病，就算她受了刺激，我没受刺激，确实出大事了。两个河南人胁迫我女朋友杀了一个人。什么？杀了谁？杀了一个女的，是我女朋友的熟人。怎么杀的？用刀捅的。尸体呢？我听他说，剥了皮之后切碎了，再用硫酸化了，一些化不掉的就扔在锅里炼油。听到这儿，民警勃然大怒。你们知道拿警察取乐报假警是违法吗？我现在就能拘留你们。民警同志，我们绝对没说假话，你不信就跟我们去查查看有没有人刚买了几大桶硫酸。民警将信将疑，又叫了两个人。小张、小巩，你们两个开着车，带着他们去卖硫酸的店问问，如果他们是说假话，都给我铐回来。两个年轻的警察跟着赵美英和男朋友来到那家化学品店。果然老板证实1天前有两个河南口音的年轻人买走了几大桶总重50公斤的硫酸。当时老板还有些奇怪呢，这么大量的硫酸基本是工厂或者作坊使用，这两个年轻人看起来一不像老板，二不像工人，还真不知道干什么用。警察立即回到分局汇报，警方这才开始重视。分局局长亲自盘问赵美英：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杀人了？你不要怕，如果是别人胁迫你，你又主动配合我们抓捕歹徒，法律一定会给予宽大。这两个河南人不是人，比禽兽还狠毒，我怕他们报复我。那你更要同我们合作，我们把他们抓住了，你就安全了。你先说说怎么认识他们的。我是干内行的。你说清楚，干哪行啊？就是坐台。哦，你接着说。前几天我们夜总会来了一个新的小姐，外号叫做随随，真名叫李春玲。她是山东人，经常跟我套近乎，请我吃饭。
我们一下子就混熟了。前天李春玲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有2个有钱的老板要找小姐，我就让他们来我的出租屋。没多久，李春玲带着2个男青年来了，他们长得都挺帅的，也就20多岁，是亲兄弟。哥哥胸口纹有那个蓝色老虎头的纹身，弟弟又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。我们4个人一起吃了饭，喝了酒。期间李春玲跟那2兄弟说不要小瞧我，说我开了一个鞋店，是女老板。他说他看过我的存折，上面有9万块。其实我哪有钱呢？我跟我男朋友在太原开了一个小鞋店，生意很不好，我这几年赚的钱都贴补鞋店了，这儿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呢。其实李春玲看到的存折是9块，不是9万。但我也要面子，就没点破。喝完酒之后，李春玲拿给我一杯牛奶，我也没多想就喝下去了。没几分钟，我就昏睡过去了。这牛奶里边有安眠药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什么都没穿，被铁丝绑住。兄弟俩在臭骂李春玲，说9块看成9万，比猪还蠢。然后那个哥哥问我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我赶紧说想活。哥哥说想活可以，但是要跟我们一起干，愿不愿意？我因为要保命，我说愿意。谁知道哥哥说让我马上打电话喊一个女人过来，亲手把她杀了。我吓得半死，说我不敢杀人。哥哥凶相毕露，说你不杀他，我们马上就杀你。另外年纪小一些的弟弟用一个铁丝勒住我的脖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只能先保命。那你约了谁呀？一个我认识的小姐，叫杨志玲。她原来说想买我的鞋垫，我给她打电话说可以贱卖鞋垫，她立马就过来了。刚进门，她就被2个男人按倒了，绑了起来，暴打了一顿，让她交出所有财物。后来哥哥递给我一把刀，让我对准杨志玲的脖子捅。我不敢，手抖得我连刀都抓不住。哥哥就用一把刀抵住我脖子，他说我数3下，你不捅他，我就捅你。旁边的弟弟还说，赵美英既然不愿意，我们就放了杨志玲，让杨志玲把她杀了，反正我们就要一个女人，谁都一样。那你就捅了？我实在没办法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我捅了一刀，杨志玲脖子上血一下涌上来，她倒在地上，挣扎了几分钟就不动了。他们看杨志玲死了，就对我说，你自己看好，她可是你亲手杀的，现在大家都绑在一起，我们被抓了你也跑不掉，杀人罪最轻也是坐1辈子牢。那尸体怎么处理了？他们给了我和李春玲一些钱，让我们去买一个绞肉机，把尸体绞碎了扔掉。买来以后，他们已经把尸体切成几块，但是尸体扔进绞肉机没绞多久就绞不动了，就卡住了。哥哥骂骂咧咧说现在假冒伪劣商品真多，他说几百块钱不能浪费，就让我和李春玲把绞肉机洗干净，然后拿到商店里退掉了。然后他们亲自去买了几大桶硫酸，把尸块扔到硫酸里面化掉，一些内脏不好化，就扔到油锅里面炼掉。我听他们说，他们还留下一颗肾脏在冰箱里面，准备吃掉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吃什么？肾脏，
说是李春玲刚刚人流不久，吃什么补什么。局长半天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又问他：那你是怎么跑掉的？杀人以后我胆都吓破了，一步也不敢多走。这2个男人看我吓傻了，就放我回去拿钱。他们让我把鞋垫卖掉，然后回来和他们一起干。他们说如果我不回来，就追到鞋店里杀了我，或者直接告诉公安局我杀人了。他们让李春玲跟我一起去鞋店，我男朋友在店里面，他很聪明，发现我神色不对，他就找借口支走了李春玲，问我怎么回事。听我说杀人之后，男朋友立刻就拖着我来报警。我不敢来，是他强拖着我来的。那他们一伙现在在哪儿？这时候赵美英的电话响了，她低头一看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刚刚李春玲打电话催我了，让我最迟晚上7点带着钱回来，不然就来杀我。这又是他打的。你沉住气，不要慌，你告诉他钱已经拿到了，马上就送去，问问他们在哪儿。赵美英接了电话，按照局长教她的说了。挂上电话，赵美英说：他们说还在那个小区。于是局长派了几个刑警带着赵美英去抓人。到了这时候，他们还是对赵美英的话有些怀疑。要说杀人，对于干警察的来说相对常见，但你说碎尸甚至是吃人，听都没听过。赵美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，胡言乱语呢？不能完全排除。刑警们荷枪实弹，但并没有出动太多人，也没有包围这个小区。到了单元门前，防盗门关着进不去，刑警示意赵美英敲门。赵美英已经吓得双腿发软，勉强敲了几下。过了半天，那个哥哥才来开门。他用一口河南腔很重的普通话说：怎么才来？钱呢？赵美英见到这个男青年，惊慌过度，手开始剧烈抖动，不由自主地向躲藏的刑警看过去。这个哥哥很狡猾，反应也很快，瞬间发现情况不对，他立即将赵美英一推，用力关上防盗门。刑警们见赵美英暴露了，赶忙用力推门，但门已经被锁住。防盗门很结实，推是推不开的，刑警们赶忙取出撬棍，用力的撬。就在撬门的1分钟内，哥哥冲入客厅，对他的弟弟说：有警察，快跑！他的弟弟还试图拿装着行李的背包，哥哥惶恐地说：还拿什么？快跑啊！说着，哥哥跳上窗户，用力几脚踢开防盗窗，弯腰钻了出去。弟弟一边钻还一边问：李春玲怎么办？管他呢，跑，快快！两人跳上对面的屋顶，飞奔而去。此时的刑警也已经撬开了防盗门，冲入了室内。眼见两人已经跑远，追不上了，刑警被迫开枪。因为夜色黑，距离又太远，只有1发子弹打中了哥哥的腰部，造成了轻微擦伤。这小子顾不上查看伤口，跳下屋顶，跑得无影无踪。刑警们冲入卧室，抓住了还在睡觉的李春玲。为首的刑警说：来一个人把他带走，其他人跟我继续搜。这一搜可把所有人都吓了个半死。走进厨房，一眼看到煤气灶上的2口油锅，里面是什么？想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。刑警再打开冰箱一看，一个年轻的刑警当场就呕吐了。冰箱里面放着一颗肾脏，
还有……震惊万分的刑警们立刻向上级报告，太原市公安局立即行动，全城封锁，抓捕这兄弟二人。可惜已经迟了，从下命令到全城封锁，警方最快也要1个小时。而太原能有多大？这2个人已经拦了一辆中巴，在30分钟内出了城。警方立即对被捕的李春玲进行突审。李春玲倒是比较老实，很快交代了他们的罪行。他说，逃走的是兄弟2人，哥哥叫做沈长银，弟弟叫做沈长平。他和沈姓兄弟2人一共作案6起，杀死5人，其中李春玲亲手杀死1人。审讯的时候，李春玲也哭了。他说，我和赵美英一样，也是被迫的。03年11月，我在包头一家夜总会坐台，沈姓兄弟经常光顾我。有一次，他们把我带回租住的包头钢铁大街7号街坊家属院2楼。他们说要玩性虐待的游戏，可以加钱。我就让他们用铁丝把我的手脚绑起来。谁知道随后哥哥沈长银拿出一把刀，让我把钱交出来，不然就杀了我。我这个人很懒，做小姐也不用心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赚了一点钱都吃喝掉了。他们发现我只有300现金，卡里也没钱，气得骂了我一顿，让我把藏着的钱交出来。我说我真没钱，杀了我也交不出来。哥哥变了脸，拿起一把刀，说要杀了我灭口。我就立刻苦苦相求，我说做什么都行，千万别杀我。沈长银想了一会儿，对他弟弟说可以留着我，让我去夜总会坐台，然后骗别的小姐。这样一来，他们2个人就不需要抛头露面，不容易暴露。弟弟沈长平说，我一有机会就会逃走，然后报警。沈长银想了一会儿，让我找一个女人来亲手杀掉，这样才能放过我。你找了谁？有一个叫做思晴的小姐，曾经骗过我朋友的钱，我一直想收拾她。这次我就打电话给她，说有老板愿意出双倍价格。她很快赶过来了。我一见她就很生气，我骗她说要玩性虐待的游戏，让沈姓兄弟用铁丝绑住她。我问她，我朋友的钱是不是你骗走的？思晴以为我找黑社会帮忙要债，赶紧说愿意马上还钱给我，让我放他一马。我就朝他胸部踢了几脚，然后沈长银把思晴的现金、首饰、存款洗劫一空。他拿来一把刀，让我对准思晴脖子捅进去。我一是生气，二是我不杀思晴一定会被沈姓兄弟杀了，就下手捅了他一刀，血立刻就喷出来了，溅了我一脸。见了血，我胆子反而大了，我连捅了几刀，他很快就死了。沈长银跟我说，你也杀人了，去自首最轻也是4缓无期，跟我们一块儿干吧，不会亏待你的，你就做我女朋友好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去碎尸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之前在兰州市已经杀了一个卖淫女了。他们骗卖淫女说玩游戏，将她捆起来，强迫她说出银行卡密码，然后把她勒死了。他们说抢到3万多，尸体不容易运出去，他们就买来几十公斤硫酸，把尸体切碎，扔进去溶掉了，骨渣冲进下水道，头发、牙齿、骨盆和一些内脏融化不掉，就分别装进垃圾袋，扔到偏僻的地方了。那思晴的尸体怎么处理了？也是用硫酸化了吗？这个怎么了？卡壳了？快说。他们
用刀碎尸了，准备拿去熔掉。突然沈长银说人妖是什么味道，弟弟沈长平说不知道，然后沈长银就让我把思晴的肾脏炒了，我只能去厨房。然后你们3个就吃掉了？对。哎呀，你一个女人还真是有能耐啊！我问你，你整天跟着这2个吃人恶魔，你不害怕呀？我当然怕了，他们对我很凶，天天让我去夜总会带小姐回来，稍微不顺他们的意就毒打一顿。你看看我，全身都是伤。那个沈长银整天让我陪他睡，搞得我怀了孕，做了人流。不过没办法，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干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们，这2个家伙是什么地方的人？根据李春玲的交代，警方很快了解了沈长银和沈长平兄弟的老底。这2个人呢，都是河南新乡霍家县大辛庄的村民。沈长银是大哥，沈长平是3弟，他们还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。父亲沈永国一直在这个3、4千人的村子里负责治安，还曾经当过村长。沈永国自称，由于自己忠于职守的耿直，得罪了人，遭到报复。他当选村长的时候啊，曾有人将爆炸物挂在沈家门上。沈永国老伴儿曾被炸伤送进医院救治，之前还发生过向家里投掷汽油弹的事情。沈永国对自己标榜很高，但村民们的说法不同。他们说沈永国自己性格就暴躁好斗，是不折不扣的村霸，横行乡里，经常和人打架。生了3个儿子之后，沈永国更是嚣张，经常让儿子上门打人，村里人都怕他。村民们认为沈姓兄弟不过是遗传父亲而已。大哥沈长银品质恶劣，少年时期就经常伙同他人去盗窃。因为村治保主任的父亲庇护，沈长银长期没有受到打击，越变越坏。1994年，17岁的沈长银因犯盗窃罪被捕，他父亲上下打点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，也就是没有坐牢。1995年，也就是缓刑期间，沈长银犯了大事儿。他和一伙人盗窃了霍家县民政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的家，他们偷盗金项链、手机等财物，折合人民币12940元。这次算他们偷错了人，这次打点也没用了。沈长银被取消缓刑，数罪并罚，执行有期徒刑2年。1999年，死性不改的沈长银又因犯盗窃罪，被霍家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他父亲再次上下打点，2000年10月8号保外就医。释放以后，父亲沈永国设法为沈长银重新领了身份证，将年龄改大了2岁，把犯罪的污点也就去掉了。这么做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沈长银结婚。他们让沈长银同一个在郑州工作的护士结婚。可怜的护士根本不知道丈夫曾经劳教过，被骗了。护士后来为沈长银生了一个儿子。沈长银案发之后，这个护士实在没法在医院继续干下去，被迫辞职。这也是一个倒霉的女人，被沈长银毁掉了一生。沈永国害怕大儿子重走老路，就从村里贷款4万元，让沈长银带着弟弟沈长平一起去兰州做生意。沈长平啊，倒是没有哥哥那么多劣迹，只是从小不爱学习，初中没毕业就不愿意上学了，14岁就辍学去北京打工。没有文化，加上好逸恶劳，打工非常不顺利。沈长平从来没有一份工作干过半年以上。
这次26岁的沈长银带着只有20岁的弟弟沈长平，带着梦想一起去了兰州。不过生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，两人一不懂市场，二不愿意吃苦，三生活奢侈。很快在兰州的汽车配件生意黄了，亏了不少钱。生意做得不好，他们却大手大脚的花钱享乐。兄弟俩没事就去嫖妓，没结婚的沈长平找了个坐台女杜素荣做女朋友，为她花了不少钱。已经有老婆孩子的沈长银也是包养了小姐，自然他们用钱就是贷款。半年之后，贷款已经亏掉了一大半。沈长银没办法，让弟弟去包头看看市场。结果弟弟还没回来，兰州这边生意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4万块钱不到1年就打了水漂，到了最后，兄弟二人几乎身无分文，只能是吃开水煮白菜。眼见还贷款的日子一天天到了，沈姓兄弟自觉走投无路。自然4万元不是40万，他们可以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暂时还上，然后通过打工再还债。只是这两个人呢，都不愿意过这种还债的苦日子，更不愿意回到农村。沈长平后来回忆说，他们回到村子只能给人干运粪、收麦子之类的脏活累活，1个月也赚不到几个钱。沈长银本来就是劣迹斑斑的恶人，弟弟沈长平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这时候很自然的就决定去犯罪。沈长银说，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挣钱，东山再起，但我们不愿意。一是我没有本钱，只能去打工；二是觉得太慢太辛苦，我们都愿意享福，不愿意过民工的生活。所以我跟我弟弟就想通过这不正当手段去赚钱。一开始沈长平提出来说去拦路抢钱，我劳教过3年，有作案经验，拦路抢劫太冒险，我就没同意。我想去绑架，把钱拿到手，再把人杀掉，碎尸处理掉尸体，这么着最稳妥，不容易被抓着。这两个兄弟一拍即合，决定绑架杀人。沈长银、沈长平这一对食人狂魔，他们绑架的目标为什么会选择卖淫女呢？第一，卖淫女一般都有钱，收入比普通人高得多。第二，很容易诱骗卖淫女去自己的住处，便于绑架。第三，卖淫女是社会边缘人物，一旦失踪，亲戚朋友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没法报案。夜总会的老板因为不合法，自然也不会报案。在沈长银和沈长平所住的七里河区武威路111号的平房院子里面，就住着一个卖淫女姚芳。两个人和姚芳打过照面，顺利的将她骗来制服了。绑架以后，他们强迫姚芳说出银行卡密码，姚芳不愿意交出，多年卖身赚来的血汗钱，怎么能轻易的就交出来呢？沈姓兄弟毫不留情，对他拳打脚踢。沈长银还用香烟烫他的乳头和阴部。折磨了2天，姚芳实在支持不住，被迫说出了银行卡密码。沈姓兄弟取走了3万元之后，用铁丝将他活活勒死。沈长银回忆说，我和弟弟一人拉一头，不到1分钟，姚芳的脸就变黑了，死了。根据在劳教所听来的方法，沈长银用50公斤硫酸将姚芳的尸体溶解，残骸扔到荒郊野外。随后沈姓兄弟离开兰州，逃窜回老家新乡，后来又逃到四川。拿到这3万元以后，他们并不去还债，然后过正常的生活，而是继续吃喝玩乐的挥霍。他们杀人根本不是为了债务，就是想不劳而获，
享受人生。2003年的3万元并不算少，但两人不到3个月就挥霍一空，只能继续作案。他们物色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山东菏泽的卖淫女李春玲。和赵美英不同，李春玲杀人和吃人以后，就铁了心的和他们一起干。卷宗记载了他们几次残忍的作案经过。沈氏兄弟让李春玲去夜总会坐台，抓紧物色有钱的对象。事后10天，李春玲说她认识了一位东北的小姐叫赵丹，最终抢到300多元现金、2张银行卡、1条白金项链。随后他们将赵丹残忍杀死，又是一条人命。他们将死者头发烧掉，尸体溶解，冲入了下水管道。又过了10天，李春玲认识了刘丽。刘丽如约而来，沈长银和李春玲拿着钥匙去刘丽的住处找钱，但什么都没找到。回来之后质问刘丽钱放在哪儿了。刘丽说钱都放在老板娘那儿。沈姓兄弟威逼刘丽给老板娘打电话，说自己的孩子出了车祸，让李春玲来代取存折。李春玲取来存折，里面有21800块钱。沈长银杀了刘丽灭口，将尸体溶解，冲入下水道。为了更快谋钱，2004年1月中旬，李春玲转到玉都坐台，借机接近小姐，并且试探谁有钱，以便作案。来自东北的大王成了他们的目标。大王本名王凤娟，高大偏胖，性格憨厚，毫无戒心地来到出租屋，被2个恶魔制服。被绑之后，李春玲拿着钥匙去他的住处找钱。沈氏兄弟为了不吵醒熟睡的邻居，准备第2天白天动手杀他。沈长平负责看管王凤娟，将他用铁丝绑在暖气片上。6点多钟，沈长平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到8点左右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。他睁开眼，马上去看门，外侧的防盗门反锁着，厨房门开着。他跑过去一看，厨房铝合金窗框没有了。王凤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开铁丝，但无处可逃，被迫从楼上跳下去了。楼下满是碎玻璃，下面的自行车倒了一片。这个小区很偏僻，住户很少，四周静静的，没有人。他们赶快把王凤娟抬上楼来，整个过程一直没有其他人发现。王凤娟伤势严重，口鼻不断地涌出血来。沈长银判断她摔伤了内脏，恐怕活不了多久。过了一会儿，王凤娟醒了过来，意外的是冲着他们兄弟2人笑了笑，又晕了过去。沈长平打他耳光，将他又弄醒了。醒来之后，李春玲赶忙追问存折上面的密码是多少。王凤娟一句话也不说，她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。沈长银让李春玲一直追问王凤娟密码，但王凤娟始终没有说话。2个小时之后，也就是10点多，王凤娟断了气。死的时候，王凤娟突然睁开眼，仍旧对着他们3个人笑了笑。这让沈长平记忆深刻。沈长平不明白，明明是他们害死了王凤娟，为什么王凤娟还要对着他们笑呢？3个人将王凤娟的尸体分解融化，准备冲入下水道的时候，他们发现租住的房子下水道因为处理太多的尸体，竟然堵住了。3个人知道这儿待不住了，一旦有人来疏通下水道，就会发现尸体残骸。他们用袋子将尸体带到李春玲住的地方处理，然后分头逃窜。2004年春节之前，沈长银和李春玲装作男女朋友，一起到李春玲的山东老家过年。沈长平回了河南老家。这次回家，父亲明显感觉小儿子整个人都变了。
具体什么地方变了，他却说不出来。这是沈姓兄弟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。在家里住了1个月之后，两人将抢来的钱挥霍光了，又继续作案。他们去了太原，找到了赵美英，他们强迫赵美英杀了杨志玲，并且留下肾脏准备给刚流产的李春玲补身子。刑警破门而入，沈姓兄弟侥幸逃走，而李春玲被捕了。警方知道沈姓兄弟的真实身份之后，立即去兰州、包头等地核实。果然在李春玲反映的几个地方都曾经发现过被溶解的碎尸，这些尸体只有很小的部分，根本无法确定身份，也没有人报案，都成为了无头案。震惊之余，警方全国通缉这2个吃人恶魔。沈姓兄弟从此就消失了，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。这2个人身上没有钱，一定会再作案，不断杀人，甚至吃人。案情严重，尤其涉及吃人这种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事情，公安部决定成立专案组，列为年度公安部督办大案，务必抓住这2个恶魔。从此时开始，全国范围搜索3类案件：卖淫女连续失踪案、碎尸案，尤其是被硫酸溶解的碎尸案，兄弟2人出现的抢劫案、绑架案。很快，各条线索逐步汇总。5月，安徽省会合肥，在2周之内，突然有多名卖淫女失踪。放在平时，自然没有人会报警。此刻不同，警方反复对夜总会、洗浴中心进行宣传，这些老板只能报警。已经核实的失踪卖淫女就有舒小妹、邵梅、陈倩倩、关心等4人。专案组立即赶到合肥进行调查。夜总会的老板支支吾吾，承认10几天内连续失踪4个人不正常。这些卖淫女通常都是夜总会的重要财产，一般卖淫女呢会交纳不菲的押金在夜总会，如果她逃走了，钱就拿不到。夜总会每年都会有个别小姐失踪，但从没有短时间内失踪这么多人的。夜总会老板认为可能是出事了，小姐本来就是高危行业，被人抢劫、伤害甚至杀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警方分别调查4名失踪的小姐，试图发现线索。可是这些小姐社会交往太广，嫖客又多是一面之缘，调查难度极大。经过反复调查，焦点集中在了叫做关心的卖淫女身上。根据夜总会保安回忆，关心是安徽淮南人，自称18岁，实际上可能只有16岁，自愿出来坐台。失踪之前，有2个看起来像是亲兄弟的人高价让他出台，从此就失踪了。当天晚上，曾经和关心一起坐台的卖淫女舒小妹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有老板出高价让他过去。舒小妹去了以后也失踪了。另外失踪的卖淫女邵梅、陈倩倩都是关心的熟人。经过通讯技术调查，关心失踪1周之后，他的母亲曾接到过他的电话。根据沈姓兄弟作案的模式，如果只是单纯绑架抢劫，关心早应该成为了一具被溶解的尸骨。换句话说，关心这么久还没死，很可能和李春玲一样，被胁迫成为了团伙一员。抓捕沈氏兄弟，关心成为了警方聚焦的关键。关心既然活着，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跟家里联络。警方立即对关心的家里进行布控，但还是迟了一步。关心的父母介绍，女儿前一天惊慌万分地回来取身份证和行李，说有人要杀她，要出门躲一躲。母亲发现女儿脸都吓变形了，知道出了大事，让她连夜上火车去了福建的姨妈家。
警方立即追到福建龙岩的姨妈家。让人无语的是，关心也不知道是不是缺个心眼儿，竟然一到姨妈家就忘了恐惧，当天就去 KTV 玩去了。干警们不敢浪费时间，追到 KTV 将关心抓住。关心本人还不到16岁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小姐一般都是穷人家出身，没文化又好逸恶劳的女人。关心是城市人，父母都有稳定工作，在合肥也买了房。关家算不上有钱，是普通市民，但他家只有这一个女儿，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。关心从小生活就比较随意，这也许是天性，在初中时候就早恋打过胎。初中毕业，关心就去社会上混，自称去做业务员，其实是做了小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姐来钱快，关心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奢侈品。关心被捕后的回忆同李春玲也差不多。沈姓兄弟抓住他，强迫他杀死熟人舒小妹入伙。关心年纪太小，手抖得连刀都抓不住。沈长银说：“这个丫头年纪太小了，干不了什么事儿，不如杀了。”沈长平见关心漂亮性感，想留下来，不愿意杀她。他抓住关心握住刀的手，用力捅死了舒小妹。关心说，事后沈长银还是觉得她年纪小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同伙，决定再找一个女人入伙。关心喊来了2个认识的卖淫女，陈倩倩和邵梅。在沈长银胁迫之下，陈倩倩杀死了邵梅。本来4个人准备一起干，但沈长银突然发现陈倩倩骗了他们，隐瞒了财产。从陈倩倩家里，沈长银搜出2万元现金和8万元的存折。沈长银大怒，亲手将陈倩倩杀死，随后分几次去取走了4万多元。在继续取钱的时候，沈长银发现账户被冻结，知道警方可能已经追到合肥，吓得立即逃走。逃走之前，这3具尸体都用老办法溶解扔掉。在离开合肥之前，被连续杀人碎尸吓得半死的关心决定逃走。他说自己把身份证落在家里，没办法买火车票。沈长银认为关心也杀了人，年纪又小，不难对付，就让他回家去拿。回家以后，魂飞魄散的关心根本不敢再回团伙里面去，他逃去福建的姨妈家，被警方抓住。根据关心的交代，沈长平说这次要再回兰州，说他还有个女朋友在兰州可以一起干。这个女朋友叫做杜素荣，但具体怎么写不知道。专案组得到这条线索之后，立即对兰州常住人口进行搜索。根据杜素荣这3个字音，根据不同的字排查了7、8个女人。经过反复排除，最终锁定了有卖淫前科的杜素荣。杜素荣1983年生，当时不过21岁，四川三河县人，初中文化，曾经在兰州办过暂住证，住址不详。警方无奈之下，被迫去兰州各大娱乐场所寻找这个小姐。终于，他们找到了杜素荣所在的夜总会，只是扑了空。杜素荣刚刚失踪，警方认为杜素荣可能和前男友沈长平一起走了，立即进行追踪。很快，他们发现了杜素荣的身份证，入住了石家庄一家旅馆。看来这群恶魔又换了城市作案。专案组不顾辛苦，连夜赶到石家庄，但杜素荣已经离开旅馆。根据旅馆前台服务员反映，杜素荣是跟随2个男人一起来的，那么自然就是沈姓兄弟。专案组在石家庄警方配合之下，在全市撒网，全力追捕这3个家伙。警方认为沈姓兄弟不知道杜素荣已经暴露，很有可能再使用他的身份证住店。
1周之后，某派出所得到明光路第7棉纺织厂生活区一个房东的租房备案，租房者的名字正是杜素荣。专案组接到线索以后立即行动，有了上次太原抓捕失败的教训，这次动用了上百名警察，将杜素荣租住的房子团团包围。随后，刑警们让河北省公安厅一名女警察敲门，装作查水表。为什么不用男人呢？主要是女性可以降低歹徒的警惕心理。门刚刚打开，刑警们一拥而入。开门的杜素荣根本没有来得及抵抗，就被按倒在地。沈姓兄弟正在卫生间，这次他们再也无法逃走，纷纷举手投降。民警拉开沈长银的衣服，确认胸口的那个虎头纹身。没错，这2个人就是吃人恶魔。让刑警惊讶的是，卫生间里面就有一具女尸，已经被切碎，一部分扔进了硫酸中。突审杜素荣，他说这具女尸叫做赵红霞，是他在石家庄诱骗回来的卖淫女。杜素荣还交代，在兰州市5月30号，沈姓兄弟为了让他入伙，强迫他杀死了一个叫做商倩的女人。和其他受害者不同的是，商倩不是卖淫女，只是普通的良家妇女。她在火车上和沈长平相遇，沈长平自称叫做李小军，和哥哥来兰州做生意，想找个兰州当地人合作。商倩是普通家庭主妇，只是因为身为教师的丈夫对她特别好，所以衣着高档，还带着名牌首饰。商倩要面子，自称是做生意的女老板，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沈长平以帮忙看商铺为名，将商倩骗到家中，兄弟2人强迫商倩交出财物。讽刺的是，自称富商的商倩，银行卡里只有50元。恼怒的沈长银将商倩强奸，施暴期间被绑住的商倩仍然拼命反抗，咬伤了沈长银的手指。随后他们让杜素荣将商倩活活杀死，抛尸在了甘肃省中医学院外的排洪沟，尸体残骸在6月2号被发现。时任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亲自下令立案，并组成602专案组。时任兰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毅为组长，刑警支队支队长胡敬汉为副组长，副支队长胡伟兴、周建华和技侦支队的有关领导为成员。商倩的丈夫5月30号发现妻子彻夜未归，立即报案。经过对残骸的确认，证明死者就是商倩。各案件合并侦查，案件也上升为公安部督办案件，由兰州这边主要负责。各种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沈姓兄弟认不认罪都是死路一条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们竟然也试图活命。沈长银主动交代了警方没有掌握的一起杀人案，早在他被判处劳教之前，他就杀过人。当时因为要避避风头，沈长银逃到林州的朋友彭某家。彭某说自己妹妹被同村好友张光兴强奸了，他去理论，还被5大3粗的张光兴给打了一顿。彭某要找人教训张光兴，问沈长银能不能介绍几个黑社会的。沈长银决定亲自去教训张光兴，以报答朋友。1997年9月27号晚上10点，沈长银让彭某将张光兴骗到村外一条大河边，趁其不备，用匕首对张光兴背后猛刺一刀，然后一脚将他踢入河内。张光兴从此失踪，不知去向。这个案件是沈长银主动交代的，但时间过去太久，始终没有找到张光兴的尸体，被列为悬案。除去这个案子，沈姓兄弟一共作案13起，杀死11人，
其中参与杀人10起，杀死10人，吃了2人内脏；参与抢劫13起，在抢劫过程中致1人死亡，抢得财物价值13万余元，手机4部，金项链2条，戒指2枚。2006年2月，沈长银、沈长平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数罪并罚，依法判处死刑。被判死刑的还有第3被告人李春玲，而被告人杜素荣、关鑫被判处20年徒刑。被告人赵美英有重大立功表现，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本期大案纪实就到这里。